这是黄秋生变态电影中最变态、最癫狂的一部，不光内容极度血腥暴力，颜色程度更是直接拉满。因为正经画面太多，一经上映就被定为香港限制级影片，即便删减50多分钟的特殊画面后，依旧无法在大陆公开放映。而看过的观众也纷纷表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虽然本片已被封禁30多年，但今日再看到这张脸，仍旧会不寒而栗。香港经典恐怖电影《八仙饭店》惊悚来袭。1978年香港的某天晚上，老黄向毒友借钱被拒后心生怨气，于是他薅起对方头发就疯狂暴击，完事后又倒上酒精毁尸灭迹。为了躲避警方追捕，他改头换面来到了澳门谋生。经过8年打拼，老黄终于接手了一家饭店，可前任老板郑林一家8口却离奇失踪。由于交接手续没有办，导致老黄一直无法正常过户。可最近店里的生意却异常火爆，于是老黄就又新招了一名老伙计打下手。没想到此人却是个缺心眼之人，不仅当面挑衅老黄，还四处散播老黄坏话。老黄忍无可忍，杀心泛起，于是到了晚上，他趁着老伙计睡觉之时，偷偷拿起小票针就扎了过去，然后又拎起铁勺疯狂输出，直接就把对方脑壳敲成了碎渣。为了毁尸灭迹，老黄又将其拖拽至厨房，开始了轻车熟路的剔骨分尸。由于此处过于恶心，请大家自行脑补。最后他将骨头打包扔进垃圾桶，而分离下来的肉则被绞成了肉馅，做成了秘制叉烧包。就此，老黄的八仙饭店一举成名。另一边，警方在海边发现一些断指残臂，经过3天3夜的指纹筛选，终于有了眉目。死者中有一名7旬老太，她是八仙饭店前任老板郑林的岳母。与此同时，警局又收到一封大陆寄来的信件，此人是郑林的表弟，因为家人与郑林失联多时，特写此信希望澳门警方予以调查。组长得知此事后，认为2起案件与八仙饭店有关，便安排手下到那里查找线索。面对警察的突然造访，老黄临危不乱，直接就拿来招牌叉烧包盛情款待。经过一番简单盘问，警方只得无功而返。可手上的肉包子却让梁警员爱不释手。老黄见状麻利的过来打包，却正好听到服务员与女警的窃窃私语，他担心对方说漏嘴，便用免费肉包赠与警员解馋。看着3人离开，老黄也开始了秘密行动。他趁女店员不注意，快速伸出咸猪手。此处颜色福利爆棚，想看原片的伙伴，请粉丝群留言或者私信。一番丧心病狂的变态蹂躏后，老黄直接就用一把筷子终结了对方血。随后他又按照老规矩将骨肉分离，新鲜的肉质再次被做成人间美味售卖，至于剔下的骨头则被当成废物再次丢掉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开始了明察暗访。经过多方调查，组长认为老黄疑点重重，于是就亲自带队来到了八仙饭店。没想到刚来到2楼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前任老板郑林家的祖先牌位还留在这里，这就说明郑林一家绝非主动离开。对此，老黄眼神飘忽不定，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。组长看出了他的心虚，便继续追问墙上郑林一家的全家福。老黄本想胡编乱造瞒天过海，没想到很快就被警员识破。上一次问你，你说你不知道；这一次你又说移民，你耍我吗？啊！可组长却说一切正常，随后就淡定的带队离开了这里。原来组长早就看出猫腻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不想打草惊蛇，而是派人在附近24小时盯梢观察。此时老黄也意识到了危险，他将店内所有客人赶走后锁上大门。殊不知这一反常举动早已被蹲守警员看在眼里。到了晚上，老黄将郑林一家的证件和照片全部丢进垃圾车，自己则背起行囊准备连夜逃命。警员发现异常后，兵分2路行动，一队去垃圾堆翻找老黄丢掉的物证，另一队则尾随老黄来到了码头。就在他抵达港口准备安检时，却被等候多时的组长等人当场抓获。然而回到警局，老黄还是死不认罪。你别冤枉我，我没有参加你那全家。那郑林全家跑哪去了？他们移民了，我怎么知道啊？移民了，他们的身份证还有他们的护照全都在你这里，他们根本就没出过境，根本郑林一家8口早就被你给杀掉了，是不是？我没做，不关我的事，别冤枉我。警员们也不想再跟他废话，直接就将他推到墙角拳打脚踢。此时大量媒体记者也蜂拥而至，狡猾的老黄趁机跑出审讯室，对着媒体就大喊警方动私刑。第2天这个重大新闻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，警方也只得按下暂停键。但很快组长就想到一个妙计，因为郑林的表弟大傻还在澳门监狱服刑，于是他就故意将2人关进同一牢房，同时还把郑林一家的遭遇放了出去。结果老黄刚进入监狱就遭到了狱霸大傻的致命报复。他试图向狱警求救，可狱警早就收到命令，只要不闹出人命就一概不管。到了晚上，老黄再次遭到大傻等人的疯狂输出。经过几天的皮肉之苦，老黄也有些招架不住，于是他趁着夜深人静之时，偷偷来到厕所割腕自杀。幸好一名狱友及时发现，他才捡回一条狗命。本想在医院里会过得舒坦些，没想到痛苦的源头才刚刚开始，护士拿出巨型针管疯狂刺他。
操你妈！结果一个不留神就遭到对方劫持。老黄绑着人质企图逃跑，只是还没跑出医院就被警方又逮了回来。这时组长也获悉了老黄的种种恶行。8年前他因向朋友借钱未遂，便杀人放火逃亡到澳门，之后又杀死郑林一家自立门户。但老黄却对此拒不承认。为了逼这个恶人主动招供，组长便让医生给他注射兴奋剂，让他3天3夜无法入睡。等到药效过后，老黄困到不行时，警员在想办法阻挠他睡觉，护士也在他背后注射大量人工水泡，只要他一躺下就会疼痛难忍。经过这一系列的疲劳轰炸后，无计可施的老黄只得老实交代作案过程。原来老黄曾是八仙饭店的一名伙计，当天几人正在玩麻将，郑林发现老黄作弊，就果断结束了牌局。其他2人不明所以转身离开，老黄上前索要赌金，却被郑林一顿数落。难怪你每天晚上都赢钱呢，原来你出老千呢！我什么时候出老千了？哎，你不要冤枉人啊！好，不啰嗦，今天晚上我们把账算清楚，加上今天晚上一共是18万3300，快还钱！还呢？18万，使你妈个头！我给你18根毛，没钱还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把店顶上给我。哦，原来你打我店的主意呀！你想当老板是不是？你不3分钟照一照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滚了！我不想再看你这个王八蛋！老黄一气之下，掀翻大桌发泄，随后还骂骂咧咧地推搡郑林。我操！郑林被激怒，直接拿起杀猪刀准备一决高下。在老板娘的劝阻下，郑林火气全消。就在他准备上楼时，却遭到了老黄的突然偷袭。接着老黄又挟持郑林的小儿子，威胁老板娘将一家人绑起来。郑林被老黄的残暴所惊艳，连忙跪地求饶。可他还是低估了变态的本性，最终小儿子被酒瓶扎进大动脉，当场殒命。老板娘悲痛欲绝，起身一搏，没想到反被对方直接秒杀。为了不留下一个活口，老黄兽性大发，开始无差别虐杀。就在他杀光所有人之后，电话又突然响了起来。得知对方是郑林的岳母后，老黄这才想起遗漏了一个，便将郑林的岳母骗到饭店，用同样方式将其杀害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分尸加班后，又连夜打车将4肢和尸骨打包抛到大海，肉则被做成肉包子犒劳了各位警员。而交代完全部罪行的老黄，也将面临着法律的严惩。为了不让澳门警方将自己送上法庭，他竟在审判的前天晚上割腕自杀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认为他是被冤枉者，同时也是受害者。一个多么变态的变态！我已经被气到彻底词穷，请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最解气的咒语，一部将人性表现到极致的优秀恐怖片，强烈建议大家看原片。